大家好，我就是吐槽烂片250，说电影人在唬的老车。最近吧，有不少朋友让老车去看一部名叫《春色寄情人》的都市爱情剧。老实讲，刚开始看的时候吧，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这剧的简介。应该说，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还比较喜欢看这种双向治愈的都市爱情剧，因为这种剧的氛围相对来讲比较放松，而且也没有那些勾心斗角的烂事儿。再加上这剧的主演相对来讲演这种剧也都比较驾轻就熟。你像周雨彤在之前的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里啊，或者说《爱情而已》里面也都是这种人设，包括李现也是一样，依然延续他在去有风的地方里面那种特立独行的性格。所以说，对于这二位主演来讲，这剧的角色其实没有什么难度，两边呢也都属于正常发挥。但是你要说到这剧的剧情吧，老实讲，我还真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都市爱情剧。真事儿，如果你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偶像言情剧吧，我一点都不带跟你犟的。因为无论从磕 CP 的角度讲，还是说一个女孩对爱情的憧憬来讲，这个剧它都是合格的。但是如果你要说的是都市爱情剧呢，真的恕我直言啊，它确实离咱们生活的这个都市有点远，而且咱就抛开远不远的问题，它这个编剧和导演的水平也是差点意思。应该这么说，看过这部剧的朋友都能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部剧的导演和编剧想表达的东西太多，啥东西都想给你往里塞点，但是这个度呢，他又掌握不好。可以说一会儿呢跟你唠唠成年人的感情世界，再不就是跟你唠唠身边人的生离死别，不是在和你谈原生家庭的烦恼，就是在和你谈死亡感悟。反正怎么说呢，整部剧的剧情就是围绕着这些东西循环往复。那家伙剧中的角色恨不得每集都得把柏拉图、荣格、弗洛伊德搬出来跟你唠唠。当然说了这么多呢，咱们还是要说说此剧的歌词大意。怎么说呢？其实剧情的主线吧也很简单，男主和女主吧都是在一个小镇上生活的小镇青年，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俩吧都没有什么好童年。女主小庄这边呢，因为高中时的一场车祸，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父亲，还失去了自己的一条小腿。不过还好，他妈后来给他找的这个继父吧对他也比较不错，一直拉扯着女主和他弟弟长大，而且在他母亲40岁的时候呢，还给他们添了一个妹妹。虽然说平常日子过得吧也不是那么富裕，但是靠着他妈和他继父支的那个卤鸡的摊子，日子也算过得不错。而且女主工作之后呢，他妈还在镇子上给他买了一套房子。应该说女主除了童年的那场不幸的车祸以外，她成长的家庭氛围其实还是不错的。而换到男主这边呢，虽然说童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，但是由于他父亲是大老板，在外面有外遇，于是在男主高中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异了，再加上他父母这边也忙，也没有时间管他，所以在男主上高中之后就一直是他奶奶把他带大的。而且在男主参加工作之后呢，和女主也一样，男主他奶奶也在镇子上给他买了一套房子。只不过和女主不同的是，俩人从校园步入社会之后，男主选择了留在本地工作，而女主选择了去外地打拼。一个呢是在本地的殡仪馆里干遗体整容师，而另一个呢是在上海干医疗器械的销售。应该说男女主恋爱的前置部分大致剧情就是这么个事儿。而如果你要问男女主是怎么谈上恋爱的呢，那就更简单了。可能看过老车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，这部剧其实和我之前说过的《我的人间烟火》、你是我的荣耀、要99爱、归路都一样，就是曾经的青梅竹马，然后破镜重圆的戏码。但是咱不得不说，这剧男女主的重逢确实要比其他的剧要自然一点。你像其他的剧，什么打游戏相遇、加油站偶遇，女主突然上赶着找他，俩人干个活也能碰到一起的，真的你要和这些桥段放在一起比吧，这剧确实要比其他剧要自然一点。因为这剧的女主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小手术，再加上和男友分手，于是就回老家养伤去了。再加上他们当地的这个镇子也不大，俩人一来二去呢就破镜重圆了。当然后面俩人在镇子里的巧合也不少，但是吧这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因为这剧吧毕竟不是像哈尔滨1944那种谍战剧，所以说剧情出现一些巧合也都非常正常。而至于说到俩人确认关系之后的事儿呢，老车就不打算细说了。可以说上到国内的都市爱情剧鼻祖过把瘾，下到咱们去年拍的那个烂剧归路，应该说在男女主在一起之后的剧情框架都大差不差。反正就是一会儿在一起了，一会儿又闹别扭了，一会儿出现信任危机了，一会儿又和好了。
一会儿误会对方了，一会儿又解开误会了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在最后俩人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之后，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本心，然后在一起了。应该说这部剧也就是在男女主的 CP 感和俩人感情的拉扯上做的比较不错。而至于这剧的其他剧情怎么说呢？您就当看个乐子得了。应该说对于70%以上的人来说，没有任何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。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这部剧不是一部都市爱情剧，而是一部偶像言情剧的原因之一。怎么说呢？这部剧就像啥呢？就像是一部删了后半段剧情的《红楼梦》。不信大伙儿你就品啊，这里面的主人公没有一个是被生活所困扰的。人家女主说在公司里请长假就请长假，卖个卤鸡呢，人盖厂子就有销路，而且人家直播带货也都非常顺利，根本就不会出现一个直播间10来个人的情况。不仅如此，而且人家女主帮家乡卖滞销的山药就是一句话的事儿，好像女主除了童年的那场不幸的车祸以外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事儿。而男主这边呢也一样，虽然说男主的童年父母离异了，但是男主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他也没人干预，可以说他奶奶还成天追着屁股后让他找对象呢。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啥呢？就是男主可以干他喜欢干的事儿。因为大伙儿也知道，一个人想坚持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非常难，无论是迫于生计还是迫于家庭的压力，能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坚持的人非常少。咱都不用说什么男主家境殷实感情专一的事儿，真的，如果您是一个小镇上的女性青年，然后还能和男主这样的白月光破镜重圆，你就找吧。咱不能说100%没有这样的案例啊，但至少是90%以上。用咱郭老师的话说，男主的条件呢，那就是父母双亡，有车有房呗。虽然说男主的父母没双亡，但至少男主的父母从来不干预男主的生活啊。你想想，男主要摊上一个承欢季里女主那样的妈，那得啥样？而你要说到女主这边的条件呢，那就更好了。进，人家是上海的销冠，在上海人家也混得开；退呢，人家老家还有房子，母亲还有手艺，家里还有厂子。你就说有几个像她这岁数的职场女性有她这条件呢？还有，无论是剧中的女主还是龙套角色，都在不断的重复返乡创业的事儿。咋的？真以为返乡创业都那么容易呢？多的我就不说了，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：如果回去真有那么多机会的话，你猜人家当初为啥去大城市打拼呢？当然不说概率讲成功，那都是耍流氓。说白了，一个小区里开超市，那总有一个特别火的；一个市场里面干烧烤，那总有一个人特别多的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因人而异，它不是说适合所有人。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，与其你说这是一个都市爱情剧，倒不如说它是一个谈恋爱的乌托邦。演的这个东西吧，就有些过于理想了，理想的有点像少女的憧憬和想象了。这也是我说这剧像偶像言情剧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，因为只有偶像言情剧会这么拍。而且这剧还有一个让人反感的东西是啥呢？就是动不动就给你讲点所谓的什么大道理。哎，这家伙就好像谁都能上来教育观众2句似的，反正就是一会儿死亡感悟了，一会儿人生感悟了，一会儿家庭感悟了，一会儿又死亡感悟了。哎，我说大哥，你是跟我俩搁这演话剧呢，还是表演约旦屏呢？真的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啥呢？你这边正在兴致勃勃的看着泰坦尼克号怎么谈恋爱呢，结果一会儿柏拉图这边拉你唠2句，一会儿弗洛伊德这边又拉你唠2句，真的你都整不明白他这剧的重心到底是啥。你看，如果你要说死亡感悟，无论是3月有了新工作，还是我是遗物整理师，可以说没有一个优秀的作品是把死亡感悟说完了，我再把其他乱码七糟的佐料再往里放的。同样，一个讲好爱情的剧也是，也没必要恨不得每集非得刀一个人，然后大说特说男主的工作，给他俩的感情做铺垫。应该这么说，一个光喜欢磕 CP， 一个光喜欢看撒糖的年轻朋友，你跟他说这些大道理，他也不一定能听进去。因为剧中角色说的那些大道理吧，你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，你也不一定能体会得到。而如果你要真像剧中女主有一定的生活阅历的女性呢，剧中这些大道理也不用你说。你想想，人家都快30岁了，人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啥生活吗？而且女性本来也比男性成熟早。应该说，剧中唯一一个符合正常人的想法的就是女主他妈说的话呢，也符合现实中正常女性在面临婚姻时能考虑到的问题。反正我个人来讲，我感觉女主他妈说的话挺对的。而且咱话又说回来，你讲大道理吧也行，但是你别集集都给大伙上价值啊！真的，好的爱情片根本就不用你去渲染什么华丽的词藻，只要你用心，大伙看了一样能热泪盈眶，一样能发人深省。就像绿洲也是残疾人的恋爱，人家需要跟你讲大道理吗？还有邓超和董洁的那个相爱10年，人家需要
动不动就给你上价值吗？包括周迅的《苏州河》、星爷的《喜剧之王》、韩剧《我的大叔》，都是根本不需要你用嘴来给观众灌输价值。说白了，观众根据角色的遭遇和肢体动作就能明白其中的含义。应该说，看过许鞍华导演和王家卫导演的作品，都能清晰的意识到这点。真的，别的不用说，就前阵子上映的《繁花》就是这样啊。你不讲大道理，大伙儿也一样能看出角色的内心挣扎呀。所以说，你要说的是都市爱情剧吧，我只能说的是一个无视困难、忽视现实的爱情童话。但是你要说的是一个偶像言情剧呢，那绝对这剧没啥可喷的。我甚至感觉还要比什么《流星花园》啊、《海豚湾恋人》还要高级一点。但是这剧呢，它又标榜自己是都市爱情剧。反正我个人来讲，我感觉这剧确实离都市有点远，好像除了谈恋爱的戏份以外，其余也没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。当然，有的人会说这剧的氛围和布景比较好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去有风的地方也好，朴敏英演的那个天气好的话我会去找你也好，那海岸村恰恰恰也好，那失之愈合的海街日记也好，说白了，这玩意儿拍个剧你不能光靠景撑着呀。当然，如果大伙儿就只看谈恋爱的戏份呢，这剧还是值得一看的。至于其他的情节就算了，因为你要看这剧其他的情节，你还不如再刷一遍《繁花》或者《装腔启示录》呢。行了，咱们今天就侃到这儿吧，我是老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